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崇明哥，我是来请你回去的。钱东来站在门外，往日里老板的威风半点不剩。我看着他那张写满焦虑和疲惫的脸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我没多说别的，只是侧过身，让他进了屋。他双手抓着头发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陷在沙发里。我知道错了，当初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现在只有你能救金鼎记。只要你肯回来，条件你随便开。我没有立刻回答，沉默地看着他。然后我缓缓地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了我的新工牌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人过了50，就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。一转眼的功夫，我离崇明在金鼎记食品厂就干了整整30年。从一个毛头小伙子跟着老师傅学手艺，到如今自己也成了别人口中的黎师傅，这30年的光景，就像厂里那口老酱缸，越咂摸越有味儿。我们金鼎记是靠着古法酱肉这块金字招牌起家的，而这块招牌的核心就是那一套从我师傅手里传下来、从不外传的秘方。如今整个厂里完整掌握这套秘方，并且能根据天气、肉质做细微调整的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厂长老板叫钱东来，年轻时我们曾是睡上下铺的师兄弟。那时候他负责跑外面的销路，我负责守着车间，保证酱肉的味道。我们俩一内一外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硬是把一个家庭小作坊做成了市里响当当的大厂子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一切都开始变了。或许是从他把儿子从国外叫回来，又请了一批穿着西装、说话夹着英文的年轻人进厂开始，厂里的风向就彻底变了。那些年轻人天天拿着个本子和秒表在车间里晃悠，他们不懂酱肉，却总喜欢指手画脚。黎师傅，这个腌制时间能不能缩短一半？我看书上说，快速腌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。黎师傅，咱们这个天然香料成本太高了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复合调味粉，味道模拟得很像，成本能降80%。黎师傅，您这个手工翻肉的环节太不标准了，应该全部换成机器搅拌，效率能提升5倍。每当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就堵得慌。这酱肉的手艺是一代代人用心血和经验换来的，每一道工序，每一个时辰都有它的道理，那不是冰冷的数字和效率能衡量的。就像我们做酱肉，最讲究一个养字，要用时间去煨，味道才能醇厚。而他们只想着一个快字，恨不得今天把肉投进去，明天就变成钱装进兜里。起初钱东来还会在中间打个圆场，小王啊，听黎师傅的，咱们的招牌可不能砸。可这样的话他说的越来越少，眉头也皱得越来越紧。我明白，他其实是赞同那些年轻人的想法的。毕竟谁不爱听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呢？人心就是这么一点点变凉的。我带了10几个徒弟，可没一个能真正静下心来学完整套手艺。他们觉得我太固执，太守旧，跟不上时代。他们更羡慕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敲敲电脑就能拿高薪的年轻人。有时候我看着空荡荡的传统手艺车间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感觉自己守着的不是什么宝贝，而是一堆即将被时代淘汰的旧家当。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离开的是那次生产会议。
会上，那个刚从国外回来的生产主管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提出了一套酱肉生产革新方案。那方案的核心就是用最便宜的化学添加剂和复合调味粉，全面替代我那套秘方里的天然香料。他还做了一份漂亮的图表，上面清晰地标着，如果按照他的方案，酱肉的成本能降低1半，产量能翻2番。钱东来坐在主位上，看着那份报告，眼睛里闪着光。我当时就听得火冒三丈，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，整个会议室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这不叫酱肉，这叫用化学料水泡出来的烂肉。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。要是这么搞，金鼎记这块百年招牌，不出3个月就得砸得稀烂。我盯着钱东来，希望他能像从前那样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然而，他只是不耐烦地对我摆了摆手。老黎，你先别激动嘛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疏远。时代在进步，咱们也要用科学的眼光看问题。现在是品牌时代，消费者吃的是咱们金鼎记这个牌子，味道上差一点点，他们是分不出来的。你不能总守着那些老东西不放，阻碍公司的发展吗？阻碍发展。我听到这4个字，气得笑出了声。我指着那份方案，一字一句地问他：东来，你摸着良心告诉我，当年咱们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是靠什么把金鼎记做起来的？不是靠投机取巧，不是靠偷工减料，靠的是真材实料，靠的是对得起顾客的这颗良心。现在厂子做大了，有钱了，这颗心怎么就没了？钱东来被我说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恼羞成怒。黎崇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他猛地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。现在我是厂长，我是在为整个厂子的未来负责。你要是觉得我的决策有问题，可以不干。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俩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钱东来，突然觉得一阵无力。我知道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不是回不去上下铺的兄弟情谊，而是回不去那个用心做好一块肉的纯粹年代了。心，在那一刻彻底死了。我没再多说一个字，转身走出了会议室。第2天，厂里就公布了岗位优化和鼓励老员工提前退休的政策。说白了，就是变相裁员。对那些主动申请离职的老员工，厂里会根据工龄给予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偿金。我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走进人事办公室递交申请的核心老师傅。人事经理看到我，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。他大概以为我是金鼎记最不可能离开的那个人。流程走得很快，钱东来没有出面，也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。或许在他看来，我的离开是为他推行革新扫清了最后的障碍。我拿到了20万的补偿款。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工人来说，这笔钱不算少。但我心里清楚，这笔钱买断的是我30年的青春和我对金鼎记最后的一丝情分。离开的那天是个阴天，我脱下穿了30年的工作服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了我的工作台上。我又去看了看那口老酱缸，用手掌摩挲着冰凉的缸沿，就像在告别一位无言的老友。几个跟我关系好的老伙计红着眼圈来送我。黎师傅，您走了，这酱肉的活儿可就没了。我拍了拍他们的肩膀，苦涩地笑了笑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
好好保重吧。走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，我回头望了一眼那块金鼎记的招牌，那3个字曾经是我全部的骄傲和心血，而现在它在我眼里却变得如此陌生。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遗憾。我知道这棵老树是时候离开这片不再滋养它的土地了。一段路走到了头，那就换条路，重新开始。我黎崇明有一身别人拿不走的手艺，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东边不亮西边亮。离开了金鼎记，我的人生或许才刚刚开始。回到家的头几天，日子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。30年来，我习惯了天不亮就起床，去厂里巡视发酵的酱料，习惯了听车间里机器的轰鸣，闻空气中弥漫的肉香。现在突然闲下来，每天睁开眼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。老伴看出了我的失落，总是变着法地安慰我：老黎，想开点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歇歇。以前总说没时间，现在可以去钓钓鱼，逛逛公园，把年轻时没干的事都补上。我嘴上应着，心里却明白，那不一样。人活着，总得有个念想，有个奔头。我的念想就是那一缸酱，那一锅肉。手艺人的根就扎在自己的手艺里，离开了自己的活计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，浑身都不得劲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这么无所事事地过完下半辈子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上了门。来人是永盛斋的老板，姓许。永盛斋是市里另一家老字号食品厂，跟金鼎记斗了半辈子，是死对头。许老板比我大几岁，是个真正的行家，也是个懂得尊重手艺的人。他提着2瓶好酒，一盒上好的茶叶，客客气气地坐在我家的小客厅里。黎师傅，您从金鼎记出来的事，我听说了。许老板开门见山，说句不该说的话，钱东来那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，有眼不识金镶玉。我给他倒了杯茶，没接话。黎师傅，我今天来是真心实意想请您出山。他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聘书，我请您来我们永盛斋担任技术总监，专门负责开发一条全新的高端产品线，就叫匠心系列。您有完全的自主权，从选料到工艺，您一个人说了算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我给您配最好的团队，用最好的原料，不计成本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全市场的人都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古法酱肉。说实话，我被他的话给镇住了。技术总监，完全的自主权，不计成本，这些都是我在金鼎记奋斗了30年，都未曾得到过的尊重和信任。我看着许老板那张写满诚恳的脸，心里那团熄灭了的火，仿佛又被重新点燃了。手艺人一辈子图什么？不就图个懂自己手艺的知己，图个能把手艺施展出来的平台吗？我没有过多犹豫，接过了那份沉甸甸的聘书。许老板，冲您这份信任，我黎崇明这条老命就交给永盛斋了。就这样，我离开了金鼎记不到1个星期，就走进了永盛斋的厂区。这里的车间比金鼎记要老旧一些，但却干净得一尘不染。工人们干活时脸上的神情是专注而平静的，不像金鼎记后期那样充满了焦虑和敷衍。许老板亲自带着我，把厂里最好的一个独立车间划给了我。他说：黎师傅，这里以后就是您的地盘了。重新穿上工作服，闻到熟悉的酱料香气，
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我开始按照最传统的工艺选料、配方、腌制、卤煮。许老板果然信守承诺，我要什么，他给什么，从不问价格。我要本地黑猪的五花肉，他立马派人去乡下订了专供。我要山里野生的老树花椒，他二话不说就让人进山采办。我身边的徒弟们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，他是肯干的好苗子。我教他们，他们就瞪大了眼睛认真地学，生怕错过一个细节。在这里，我找回了丢失已久的尊严和作为一个手艺人的价值感。我每天都充满了干劲，仿佛年轻了20岁。与此同时，关于金鼎记的消息也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我走后，钱东来立刻让那个年轻的生产主管全面推行了他的革新方案。第一批用复合调味料和添加剂做出来的新版酱肉，很快就铺满了各大商超的货架。听说因为成本低，他们还搞了个声势浩大的降价促销活动。起初，凭借着金鼎记多年积累下的名气，销量还算不错。钱东来在庆功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布，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，证明了他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神武。然而，市场的嘴巴是最诚实的。很快，各种投诉和差评就像雪花一样飞向了金鼎记的售后部门。这还是金鼎记的酱肉吗？味道寡淡的像白水煮肉，口感发柴，一点嚼劲都没有，而且后味发苦，是不是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？我吃了半辈子金鼎记了，现在的味道连路边摊都不如，砸招牌啊！老顾客们纷纷退货，各大超市的采购经理也开始给厂里打电话，语气非常不客气。合作了10几年的几个大经销商直接把货退回了仓库，表示要重新考虑合作关系。金鼎记的销售额断崖式的下跌，钱东来这才慌了神。他先是把那个生产主管骂了个狗血淋头，然后又命令车间里的老师傅们想办法恢复原来的味道。可秘方的精髓早就被他亲手赶走了，剩下的那些老师傅会的也只是一些皮毛。他们折腾了半天，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依然不对，整个金鼎记乱成了一锅粥。厂里人心惶惶，不少老工人都开始私下里找新的出路。这些消息都是以前金鼎记的老伙计偷偷打电话告诉我的。他们在电话那头唉声叹气，说厂子可能真的要完了。我听着，心里说不出一丝一毫的快意，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。那是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浇灌了30年的大树，被人从根上砍断的悲哀。我没有理会金鼎记的烂摊子，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永盛斋的新品研发中。经过半个月的精心调制和反复尝试，永盛斋匠心系列的第一批古法酱肉终于要出炉了。开锅那天，许老板和厂里所有高层都来了。当锅盖揭开，那股醇厚、浓郁、层次丰富的肉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间时，所有人都被震撼了。许老板用颤抖的手夹起一块，放进嘴里。他闭上眼睛，细细地品味着，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情。就是这个味儿。他激动地睁开眼，抓住我的手。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老味道。黎师傅，您是真正的宗师。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烟消云散了。我看着锅里那一块块色泽红亮、香气逼人的酱肉，我知道我的手艺在这里获得了新生。
而一个属于永深斋的全新时代也即将开启。那天晚上，我心情很好，特意炒了2个好菜，准备和老伴喝2杯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这个时间点会是谁呢？我心里泛着嘀咕，走到门后，通过猫眼向外看去，只看了一眼，我就愣住了。门外站着的那个人，身形佝偻，满脸憔悴，不是钱东来，又是谁呢？我打开了门，门外的钱东来和我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厂长简直判若两人。他的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窝深陷，布满了红血丝。曾经笔挺的西装，此刻也皱巴巴的，沾染着不知名的污渍。他看到我，嘴唇哆嗦了一下，脸上硬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老黎，崇明哥。这一声崇明哥，他已经有10几年没叫过了。上一次这么叫我，还是我们俩一起在小作坊里，为了第1笔订单，熬了3天3夜的时候。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，微微有些刺痛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沉默地看着他。我是来请你回去的。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外面的夜风很凉，吹得他单薄的衣衫贴在身上，显得格外萧瑟。我叹了口气，侧过身子，进来坐吧。老伴从厨房里出来，看到钱东来，也是一脸惊讶，但还是客气地倒了杯热水给他。钱东来双手捧着水杯，像是捧着一根救命稻草，低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客厅里的气氛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，最终还是他先打破了沉默。崇明哥，厂子出大事了。他抬起头，眼睛里满是绝望和悔恨。都怪我当初鬼迷了心窍，听了那些人的鬼话。现在新产品被市场全面抵制，所有的超市都要求下架，经销商的退货把2个仓库都堆满了。消费者协会的电话被打爆了，说我们是虚假宣传，欺骗顾客。银行那边也听到了风声，开始催我们还贷款。他一口气说了很多，像是要把心里积压的所有恐惧和压力都倾泻出来。金鼎记的100年招牌，算是彻底被我砸了。他说到最后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声音里竟然带上了哭腔。那帮我高薪请来的高材生，现在一个个都成了锯了嘴的葫芦，屁都放不出一个。我们试了无数次，都调不回原来的味道了。厂里现在已经停产3天了。他痛苦地用手抓着头发，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心里没有波澜。这一切早在我离开的那天就已经预料到了。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金鼎记的问题根源从来不在于一个配方，而在于人心坏了，在于那份对食物、对顾客的敬畏之心被对利润的贪婪所取代了。崇明哥，钱东来突然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眼神里充满了恳求。是我混蛋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把你的金玉良言当成了耳旁风。现在整个厂子只有你才能救金鼎记了。只要你肯回来，什么条件你都随便开。我给你厂里20%的股份，让你当副厂长，专门管生产，以后厂里所有技术上的事，你一个人说了算。求你了，看在我们几10年兄弟的份上，你就拉兄弟一把吧。没有你，金鼎记就真的要完了。他说着，竟然就要弯下膝盖。我赶紧伸手扶住了他。
东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看着他这张写满悔恨的脸，心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比如信任，比如情分，比如一家企业的魂。老伴在旁边看着，也是一脸的于心不忍。老黎，要不……我抬手制止了他要说的话。我让钱东来重新坐回沙发上，然后转身走到了客厅的柜子旁。我从柜子上面拿过一个精致的红色封套，然后我又从自己刚换下来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崭新的工作证。我回到茶几旁，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只是把这两样东西并排放在了钱东来面前，轻轻地向前推了过去。钱东来的目光下意识地跟随着我的动作，落在了那两样东西上。起初，他的眼神里还带着一丝迷茫和不解，但当他看清楚那张崭新的工作证时，他整个人就像是被一道惊雷从头顶劈中，瞬间僵在了原地。他的瞳孔在看清那上面的字样时，猛地收缩了一下，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褪去，变得一片惨白。那是一张制作得非常精美的工牌，工牌的顶端是3个龙飞凤舞的烫金大字“永盛斋”，下面是我的2寸免冠照片，照片里的我穿着干净的工服，精神矍铄。照片旁边是我的名字黎崇明，而在名字的下方，一行醒目的职位头衔像一根尖锐的钢针，狠狠地刺进了钱东来的眼睛里。技术总监。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，客厅里安静得可怕，只能听到钱东来那瞬间变得粗重，又很快转为微弱的呼吸声。他死死地盯着那张工牌，仿佛要把它看穿一样，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，然后是震惊，再然后是彻底的茫然和绝望。他缓缓地抬起头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，嘴巴张了张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那表情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，拼尽全力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，结果却发现那根稻草早就被对岸的人牢牢地握在了手里。许久，许久，他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破碎的音节。你去了永盛斋？我没有回答他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，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，缓缓地开口，说出了我心里早就想说的话。东来，你错了。金鼎记今天的局面，不是因为我走了，而是因为你亲手把金鼎记的魂给丢了。那个魂是对咱们这门老手艺的敬畏，是对顾客口碑的珍惜，是对真材实料的坚守。当初咱们就是靠着这些才把金鼎记做起来的。可是后来，你眼里只剩下了成本、利润和效率。你觉得味道差一点没关系，只要牌子够响就行。你觉得我这样的老师傅是个又老又顽固的绊脚石。你把我连同我坚守的那些东西一起赶出了金鼎记的大门。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小锤，轻轻的却又无比沉重的敲在他的心上。你丢掉的恰恰是金鼎记最值钱的东西，现在你把它丢了，想要再找回来，晚了。我指了指那张工牌，语气里没有炫耀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。我在永盛斋找到了一个手艺人该有的尊重。许老板信任我，把整个技术部都交给我。我们马上就要推出全新的产品，用的就是我坚守了一辈子的那套老工艺。
所以东来我回不去了。不仅仅是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的工作，更是因为我们的路从你选择放弃老手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同了。现在的我们是竞争对手了。竞争对手这4个字像最后一根稻草，彻底压垮了钱东来。他脸上的最后一丝希冀也彻底熄灭了。他瘫软在沙发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像一尊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的雕像。他明白了，他彻底明白了，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叫黎崇明的老师傅，他是亲手为自己最强大，也是最了解自己的对手送去了一把最锋利、最致命的剑。这把剑即将刺穿的是金鼎记本就摇摇欲坠的最后一道防线。那天晚上，钱东来是怎么离开我家的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我只记得他站起身的时候，脚步踉跄，像是瞬间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。他没有再多说一句求我回去的话，也没有再说一句道歉的话。有些结果一旦摆在面前，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。他走到门口，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复杂到了极点，有悔恨，有不甘，有绝望，还有一丝丝我看不懂的，像是对往昔岁月的哀悼。然后他拉开门，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。我看着他那辆曾经象征着无限风光的大奔，在夜色中像一头受伤的野兽，缓慢而笨拙地消失在小区的拐角。我知道，一个时代结束了。无论是对于他，还是对于我，还是对于金鼎记这个名字。屋子里，老伴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。老黎，你心里不好受吧？我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。说实话，看到他那个样子，要说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，那是假的。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，我们曾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，是背靠背一起打天下的伙伴。可人这一辈子要走的路太长，岔路口也太多。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。我心里没有恨，也没有多少快意，有的只是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慨和对命运无常的叹息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如此而已。钱东来走了之后，金鼎记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任何奇迹，反而因为银行的催贷和经销商的集体索赔，雪上加霜。没过多久，就传来了金鼎记资金链断裂、全面停产、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消息。那块曾经金光闪闪的金鼎记招牌，被工人们从工厂大门上摘了下来，蒙上了厚厚的灰尘，不知所踪。听说钱东来为了还债，卖掉了豪车和别墅，一夜之间从风光无限的大老板变回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后来有个老伙计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，说他两鬓斑白，满脸沧桑，在一个小区的门口摆了个摊子卖早点，勉强度日。这些消息传来，我只是默默地听着，点上一根烟，久久不语。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而我的人生却在永盛斋开启了全新的篇章。匠心系列古法酱肉一经上市，就引起了市场的巨大轰动。那纯正、醇厚、充满了岁月沉淀的老味道，瞬间就唤醒了无数老食客的味蕾记忆。人们奔走相告，说失传的老味道又回来了。永盛斋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，工厂的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，都供不应求。
许老板笑得合不拢嘴，在全场大会上亲自给我颁发了终身成就奖，奖金丰厚。但我最高兴的不是这些钱和名誉，而是我的手艺得到了传承。我带的那批年轻徒弟，在我的悉心教导下，一个个都成长得很快。他们不再觉得传统手艺是过时的东西，反而以能掌握这门手艺为荣。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佩和尊重，在他们身上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，也看到了这门老手艺生生不息的未来。如今，我已经快到退休的年纪了，但我依然每天都会去车间里转转，看看酱料的发酵，尝尝卤水的咸淡。这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许老板跟我说：“黎师傅，只要您还愿意干，永盛斋技术总监的位置就永远是您的。”我笑着摇摇头。总监该让年轻人去当了，我就当个顾问，给他们把把关就行。我心里清楚，我这一辈子不求大富大贵，也不求什么功成名就。我所求的不过是能对得起自己的这双手，对得起师傅的传承，对得起顾客的口碑，把一件事情踏踏实实的做上一辈子，这就足够了。有时候站在永盛斋明亮的车间里，闻着那熟悉的肉香，我偶尔也会想起钱东来，想起已经消失的金鼎记，心里会有些许的唏嘘。人啊，千万不能在最风光的时候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。企业的根是诚信和品质，手艺人的根是匠心和坚守。守住了根，哪怕狂风暴雨也能屹立不倒；丢了根，哪怕是参天大树，也终究会有轰然倒塌的那一天。我想，这个道理，钱东来用他半生的风光和半生的落魄，应该已经彻底明白了。而我也会带着这份感悟，守着我的那锅酱肉，安安稳稳地走向人生的下一个渡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